曹操来到了董承的府上。昨儿喝酒您没去呀？啊，昨天有病了。我知道你的病，你是忧国忧民的病。这个话都是话里藏着刀呢。董国舅就一愣，也没法说，什么意思？就很尴尬的一陪笑。丞相请。这进来了，来到里边，往这一坐，有人献茶。身体怎么样了？托您的福，就算不错了。你是不错呀，我可差点坏了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差点人害死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何人大胆呐？这个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！你猜猜是谁？是谁敢害我？哎呀，这我哪儿猜得着啊？但不知何人大胆。你肯定猜不着，你也想不到是这个人。御医吉平。董国舅这个状态是真的吃惊，但是呢，不是说出这个人来吃惊，吃惊的是坏了，这事儿暴露。来呀，带吉平，由打外边，稀里哗啦，拽着锁链子，一帮人就把吉平拉进来，往那一扔，啪啦一下子，你看看，你认识他吗？能不认识吗？丞相，这就是吉平啊！对，好狠的心呢，给我看病，药里边他下了毒了。你说这事儿谁让他干的？丞相，卑职不知啊。我谅你也不知。吉平，到底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，让你在药中下毒，暗害曹某？你到现在只要说了真情实话，你哪怕不愿意说话，你拿手一指，你说就是他，我就饶了你。这话说的字字诛心呢。董承就在这坐着，打比方有那么打比方的吗？你说你哪怕说是他，我就饶了你了。董承坐在这儿，就觉得这凳子上都是刀刃，那还坐得住吗？就很紧张，就观察着事情的走向，这看着。曹操看看吉平，谁呀？谁唆使了你，让你下药？吉平在底下呢，他这姿势是半趴半卧，跪着是跪不了，站也不让站，身上都打烂了这么一抬头，我说过了，老天爷让我来下毒杀你，你怎么还问呢？国舅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面目是多么样的狰狞来呀，打！为什么要打？其实打吉平已经没有什么作用，
打的目的是让这儿看，你不得亲眼瞧瞧吗？对不对呀？打！就在当地，有人举起家伙来，噼里啪啦劈着他。这顿打呀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身体啊已经没有一个好地方了，体无受刑之处，还接着打。曹操呢，看看吉平，看看董国舅啊，看他的态度，董承这儿啊太难受了。换您各位想，此时此刻用什么表情和态度处理这个事情，是怎么都不对了，只能是瞪着眼看着这儿挨打，看着没法说话呀。劝也不是，怎么都不好，这看着打了一会儿，曹操一摆手，好了。吉平，我怎么看你短了一个手指啊？说完这话，回头又瞧了眼董承，为什么呢？短这手指是他们俩在一块儿，不咬掉手指起事吗？短了个手指啊！看了一眼，吉平也不含糊，一抬头，矫以明示，欲灭国贼。我把它嚼了，咬下来的目的是我发誓要灭国贼。谁是国贼？曹操是国贼。为了你，我把它咬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曹操乐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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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呀，有，把他剩下的手指全解下来，让他起事用。是，两旁边就过来了，把刀抻出来，有人踩着这手腕子，就在地上，嘡嘡嘡嘡，那还不快吗？剩下的9个手指全解下来了。这个人已经木了，因为这2天挨着打太多了，已经木了。曹操看看他，怎么样？满意了吧？这下能不能够接着起事啊？吉平是个汉子，曹操，这不算什么，我还有口，能吞你这奸贼；我还有舌头，我能骂你这奸贼。喝出去了，我还有嘴呢。曹操点头，太对了，你还有舌头呢，我忘了。来呀，把他的舌头给我勾出来，割掉。这个很残忍，很残忍。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几位敲牙割舌的，燕王朱棣跟这个方孝孺讨诏敲牙嘛。方孝孺站那儿骂，也是把牙砸掉了，把舌头割下来。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。说你是有嘴，好嘞啊，只要你提出要求来，我们都能满足你。有舌头是吧？好的，给它切掉。马上有人过来，就准备割舌头。吉平喊了一声：“且慢！你们别动手了，我受刑不过，愿意招成。就是你们别打了，也别割我舌头了。现在实在是太疼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们给我松开。我打算呢，招了。”哈哈哈哈哈！曹操很开心呐，好，好，好，来呀，刑具去掉。有人过来，把身上什么铁链子了、枷锁了、嘁哧咔嚓，全去掉了。有人把他扶起来，让他坐在地上。吉平坐在这儿，抬头看看天，低头又看看地，看看曹操，点了点头，没看董承。
您留神这个细节啊，没看董承，为什么呢？这对董承是一种保护。你看他势必是有交流的，你的态度情绪会影响对方。董承如果把持不住的话，不管做出什么反应，会对董承不利，所以没看他。自己坐在这儿，辨别了一下方向，转过身去，面向皇宫，磕了3个头，磕3个头，又转过身来，万岁！我主为什么磕了头呢？是给皇上磕的，磕仨头，万岁！我主，微臣我尽了心了，遗憾的是不能够忠心保国，臣告别了。说着话，拿这脑袋找旁边那台阶儿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啪，撞在上面。当时是气绝身亡，死了。这主意不错呀！你这么绑着，任由曹操这儿宰割，第一受罪，第二来说也会连累别人。干脆我死了得了，死了省心。把曹操气的，来呀，分尸！分尸，把人肢解了，拉出去示众。你说跑到人家家里边来干这么一活，谁受得了？董承坐在边上就傻了。死尸搭出去，曹操回过头来，国舅，哦，丞相，叨扰了啊！还有一个老朋友，您见见。拿手一挥，又打外边带进来一位秦庆童进来了。这儿他熟啊，在这儿待多少年了？往这一站，曹操乐了。国舅啊，认识他吗？啊，丞相，此乃陶奴，按罪当诛。我家里逃出去的一个奴才，他犯的罪就得杀他，当诛。曹操摆了摆手，哎，他手功一件，何人敢诛？他现在对我来说大功臣，他上我那儿告密去了。要没有他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干的事儿。现在他的功劳在这儿，谁敢杀他？我看看，是这意思。说说吧，你在这家里边都看见什么了？是我跟您说，我都瞧见了。王子服、吴子兰重击无数，他们几个人跟国舅他们在一块儿商量事儿。还有一块白布，上面写着字儿，是鲜血写的。那天这个吉平来了，也是说话，说的挺激动，还把手指头咬下来了。这些都是我亲眼得见。董承不能让他瞎说，你住口啊！你往前来要矫情。曹操乐了，国舅，这是何必呢？带下去。有人就把这个秦庆童带下去了。国舅，丞相，你们在一块儿聊什么呢？没有什么聊的，就是弟兄之间聊聊闲话没有什么。你看，你再想一想，你们聊什么？哎呀，丞相真的没说什么，您不要听那小子胡言乱语。说是有一块白绫子，上面有血书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丞相您不能听他瞎说呀！你看看来人呐！旁边都过来了，
丞相，搜一搜，看看府内有没有。搜吧。那么说拦得住吗？那怎么可能拦得住呢？对吧？搜吧。前后一找，最后就到了那个密室了。啊，到那儿就翻出来了，那还不简单吗？他也没藏了多隐秘的地儿，因为他时不时的还得拿出来激动一下呢。翻出来了，来到这儿，丞相2份，一份是天子血书的这份诏，一个就是他们哥几个写的这个攻守同盟的这义状。曹操看了，这个脸就掉下来了，回头看了看董承，鼠辈安敢如此？没有国舅了，哥们儿兄弟，没有了，鼠辈，这就破案了。安敢如此？你怎么敢这样啊？绑！人家带着队伍来的呀，从国舅开始，带他的夫人，家里的孩子，从上到下，什么叫炒菜的、做饭的、保安的、看门的，亲朋好友送快递的，管你是谁呀？今天只要是在这儿的，全绑，嘁着咔嚓全绑起来。回过头来吩咐人去，把那4家也抄了。王子服、吴子兰、重吉、吴硕，那还不快吗？你想这些个兵，曹营的兵将那是打仗的呀，这些个文官上家去抄个家，把你人捆上，那不假的一样吗？就是做游戏呀。简短截说，很快就把这5家人全抄来了。这5家人大大小小合700多人。曹操吩咐一声，就在许都城4门分别把这700人杀掉。为什么说4门杀呢？让老百姓都看一看，让你们知道知道，谁反抗我就会是这种下场。很简单，这个衣带诏的事件到这会儿彻底失败，这几位全杀了，连家里边都铲干净了。但是呢，不算完，曹孟德怒冲冲，带剑入宫，得找你幕后的老板，谁让你们办的这件事情？我得去。往常进宫，虽然说他不拿皇上当回事，挟天子以令诸侯嘛，往常去，最起码从态度上、礼法上是按照臣子的样子。今天没有，带剑入宫，在皇上跟前不允许出现铁器呀。今天没有，急了，挎着宝剑，带剑入宫，怒冲冲就来在了皇宫。一进皇宫，这儿是汉献帝刘协，旁边是皇后、福皇后，两口子一瞧吓一跳啊！怎么呢？他跟往常来不一样，往常哪怕是假的，也是大臣进宫，今天拧着眉瞪着眼，啊，呲牙咧嘴啊，这挎着宝剑进来之后，拿手一点，指着皇上，这就非常的不合礼法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皇上在那儿坐着，文武群臣在下边跟皇上说话，你看那会儿啊，他都有这个象牙护板。为什么拿着护板呢？当然了，再往前护板之前用玉圭啊，玉圭之后用的是护板。护板够级别的用象牙，不够级别的用别的材质啊。这到官小了，他有的是用竹子的，也有用木头也有。这上面一个是写一些个跟皇上说的话，今天我要汇报的工作；另一个就是拿它挡着脸，我跟皇上们说话。当然，这到清朝不用这个了，到清朝不用了。上殿见皇上的时候也是手捻着2钮，这么低头跟皇上说话。为什么呢？封建社会仰面弑君有意，刺王杀驾。我就抬头看一眼皇上，您这就算死罪了。你看皇上的目的是要瞄准吗？哎，仰面弑君有意，刺王杀驾，所以说抬头看都不允许的。何况今天他冲进来
拿手一指，就指着皇上这脸啊，万岁！董承谋反，你知道吗？哪有这样的去？董承谋反，你知道吗？皇上都傻了啊！董卓谋反已经被杀了。董承，我没说董卓。皇上也糊涂了。您要看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，还真是这么写的。皇上估计也是一时糊涂啊，说错了。董卓不是杀了吗？你少来这套。谁跟你说董卓了？董承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忘了吗？啊，寡人我忘了。那么你忘了破纸修诏了吗？哦，你忘了他这事儿，你忘了破纸修诏吗？你把手指头咬破写那个诏书，你忘了吗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忘了破纸修诏吗？啊！皇上就傻了，坏了，露馅了。这个朕实的不知，没法说呀。我知道啊，怎样怎样，他做不出这事来，就是一愣神的功夫。曹操一挥手，带董妃。董妃，董承的妹妹。为什么她叫国舅呢？不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她的妹妹是皇上的贵妃。带董妃，是。兵丁们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拉拉扯扯，推推搡搡，把董妃就带来了，往这一推。曹操看了看他，哼哼，你兄长谋反，你们好大的胆！汉献帝吓坏了，丞相，念在他有5个月的身孕，您还是饶了他吧。怎么？他有5个月的身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斩草要除根，不饶。旁边福皇后过来了，丞相啊，那个我想劝您一下，要实在不想饶他的话，把他打在冷宫，等他分娩之后再把他杀了也行啊。皇后这意思就是缓一时是一时，您看行不行啊？曹操仰天长啸啊，难道说留他的逆种长大之后为母报仇吗？来呀，你们进前答话。曹孟德带剑入宫，这就是君臣之间撕破脸了。早先呢，假的我也得让大伙儿瞧着，这是皇上啊，我是汉相。现在不是了，用他对手的话来说，这是从汉相到汉贼的一个重大的转换。带剑入宫，面斥天子，跟皇上说话瞪着眼骂街，这就没有人臣之礼了。而且把董贵妃带上来了，说怎么着，你身怀有孕了，不管啊，我不能再留着你，斩草必须要除根。皇上讲情不管用，皇后讲情不管用，董贵妃跪在那儿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最后董贵妃说，丞相啊，我也不求别的了，求您给我一个全尸。全尸是什么呀？别切脑袋，保证尸体是完整的，那就是勒死。绞刑。曹操点点头，一摆手，过来几个兵丁，就把这董贵妃拉出去，就在宫门以外拿着白绫子就把他活活的勒死了。临走之前，汉献帝在后边望着贵妃的背影，哎，卿啊，九泉之下，勿怨朕功。
这是他们两口子活着时候最后一句话，就说你死了之后，死到阴曹地府，别埋怨我。其实这话说不说也不吃什么劲了。九泉之下，勿怨朕功。外边有人把贵妃勒死了，紧跟着曹操就吩咐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话，外妾不得入宫。什么叫外妾？跟你们沾亲戚的一概不许来。你要是没有这国舅，你们能出了这么大事吗？打今儿起咱全免。另派了3000兵丁，就把皇城围起来了，让曹洪管着这3000人，随时随地的看着，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。汉献帝等于就是被人软禁起来。这儿回来之后，曹操跟着谋臣们在一起开会，得把这事说一说呀。众位先生，你们可都听说这事儿了。这个国舅董承啊，跟天子那儿有一封血诏，他们是打算害我一死，这也是天不灭曹啊。现如今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，斩除了所有的后患，你们各位也都听说了吧？大伙儿点点头，那可没有不知道的呀，全城都知道，4个城门杀人700来人呐，对不对呀？这没有不知道的。但是人家大伙儿觉得杀的都对，因为都是曹操的人嘛，做的非常的对。现在还有2个人是我心头之患，这俩人都在这名单上，一个呢就是马腾，那个呢刘备。这俩人名单上有啊，只不过这俩人现在不在。西凉太守马腾已经回西凉了。刘备呢，你们各位也知道，前些日子闹了这么一场，现如今他守在了徐州。各位先生，你们出出主意吧，怎么能够把他们2个人去掉，方解我心头之恨？怎么办？旁边程昱就说了，说这个马腾啊不好办，因为他手下兵也多，将也广，最重要一点，他离得远，他在西凉啊，咱们不能激怒了他，否则的话会出很多的矛盾。他这个呢，我倒建议丞相，您给他写封信，安抚一下，跟他说没事儿，让他踏实住了。等他什么时候再进京，咱们再想方设法再杀他。在这之前，不能让他着急，别回他翻脸了。他那一造反，对咱来说也是个麻烦事儿。曹操点点头，这倒是有道理啊。那刘备呢？程昱说，刘备其实也没有什么啊。您可能把他看得重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人他是孤穷刘备呀，在咱手里边好几次都憋着杀他，都是您一时心慈面软把他放了，不重要。等什么时候时机凑巧了，找个机会把他杀了就得了，不叫事儿。您就是放宽心就好了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曹操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们说的有道理，我别的不怕，我其实怕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咱们这还有一个劲敌，冀州袁绍。袁绍手里有大兵啊，自从打了公孙瓒之后，公孙瓒的人马也归了他，这个很重要。而且我在想，比如说咱们派兵现在出门，咱们就去徐州去打刘备去。”万一他们2家联合，这对咱来说情况不妙，我是担心袁绍。就在这儿做了一个谋士，郭嘉、郭奉孝，那是曹操的最爱。别看年纪轻，他说的话曹操全听。这满屋子这个谋臣呐，这些个人谁说话，曹操还有人还聊了，你这不对。或者我是这么想的，唯独郭嘉说什么曹操都说对。还得加一句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这曹操老毛病了啊！所以说完这话之后，拿眼就看着郭嘉，那意思怎么办？郭嘉一扭头，丞相，刘备得打，不能再姑息他。哦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冯孝啊，你说说啊，为什么要打刘备？刘备非池中之物啊！我几次都说了让您杀他，您没杀他，不杀他也行，别让他走啊！您把他给放走了，您要等他在外边休养生息，兵强马壮，咱们再打他，可就吃力了。所以说，趁他在徐州立足不稳，好机会，咱们出兵灭刘备。好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那个袁绍，你看怎么办？他会不会他两家联合呢？哎，丞相啊，这您还看不透吗？啊，这个袁绍这个人呐，他爱猜疑，而且胸无大志。您放心，他想得多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一定会观望的。您尽管发兵打刘备，我保证袁绍不会参与。跟我想的一样。派多少人呢？大兵20万，兵分5队。曹孟德自己挂帅，兵发徐州打刘备，这是真急了，带着兵就走。20万人这一动啊，刘备就知道了，那没个不知道啊，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之前斩了车胄，我就知道是有问题的，来了，这怎么办？20万大军到这儿来，我们降不住啊，赶紧商量吧。跟谁商量呢？刘备也有军师啊，孙谦，孙先生坐在一块儿。先生，坏了，大兵20万，兵分5路，曹孟德亲自挂帅，要上徐州来，您看怎么办？主公，您别着急，您这个消息很准确，我也派人去探听了，确实是这样的啊。这一来发的是虎狼之师啊，现在的情况跟原来还不一样了，现在这必须想一万全之策，得有人帮咱，要单凭咱自己，咱守不住。是啊，先生有什么高见吗？我来之前我想了一下，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咱，谁呀？袁绍。只有您写封信，我去一趟冀州，我要亲自面见袁绍，把这情况说清楚了。其实这个事情对袁绍是好事，您这么想，曹孟德大兵20万由打许昌出来打咱们来，他奔徐州，许昌就空了。谁在许昌？皇上在许昌。袁绍在哪儿？袁绍在河北。他如果派兵打河北出来，去把许昌端了，皇上就是他的了。曹操首尾难顾，对咱们来说也是个保护。而且咱们跟袁绍合在一起打曹操，咱还富裕。孙谦说的反而对，非常对。哎，刘备点点头，好主意啊，先生，我这就修书。写呗，给袁绍写。大哥，我是贝贝，我又出事了，我老出事啊！如此这么办如此。现如今没有别的了，求您来帮助。到时候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啊！夺下天下来，您就是皇上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爱你的贝贝。写呗，签字，盖上章。摁上手印，都完事之后，先生您辛苦一趟。好嘞，您是亲自去见袁绍吗？我有个朋友
是袁绍手下的谋士，他叫田丰啊。袁绍是很听他的话，我先去找田丰，把他说明白了，让他带着我见袁绍。好嘞，先生，您多辛苦吧，我等您的好消息，主公但放宽心。孙谦先生带着这封信由打这儿出来，赶奔冀州，先找田丰。田丰确实啊是袁绍这儿的大谋臣呐，岁数也不小了，俩人之前还有交情，所以说孙谦先生来了，哦，快请进来吧。请进来了，坐这儿一聊天，田先生您挺好的，我好着呢，你怎么样贤弟？我不太好。怎么不太好呢？是这样的啊，我现在呀跟着刘皇叔一起闯天下呢，听说你们闯得不错，是我们闯了祸了。现在我们在徐州，说你们在徐州兵精粮足啊，是兵精粮足啊，要没人搭理我们，我们日子过得好着呢。现在不行了，曹操率大军20万，兵分5路要打徐州，所以说没有办法，我这不找您来了吗？随身我还带着我家主公的一封信，想求您件事情啊，您别客气，咱们弟兄一场，您带我去见一见你家主公啊，见一见他，跟他说说现在情况，请他发兵让他打许昌，这样的话曹操首尾难过，而且对你们来说机会太好了。许昌现在是空的，只有汉献帝在这儿，你们到那儿去，这一切就都成了，天下唾手可得。话说完之后，田丰很激动，对呀，这是老天爷给的好机会，好，我去给你通禀一声，看看明天咱能不能去见我家主公。好嘞。转过天来，田丰啊得面见袁绍着，得说这事儿，但是没想到田丰去了呢，没见着。宫里人说今儿您别来了，主公今天啊心情不好啊，好像情绪很压抑，您明天再来吧。哦，我这有紧急的事儿，哎，您怎么了？您老爷子，您再等一天好不好？哎，回来了，孙谦还等着呢。怎么样？哎呦，抱歉，今儿没见着啊，今儿宫里有点事儿，安排不开了，咱们再晚一天吧。对，这也很正常的事情，谁说的来了就得见，等几天很正常。好，那明天您给盯着点啊，明天我盯着，明天。转过天来，田丰又来了。怎么样？今天能不能见主公？说今儿不行，今天还没有昨天情绪好呢。啊，就是我们没敢细问，就看主公这儿直掉眼泪儿，啊，这擦眼泪，没人敢说话。哎呦，我去问问为什么哭？您别介，老爷子，您别介啊！您也知道这个他这个脾气，明天吧，明儿您再来。有重要的事情啊，是，你再重要，这主公这都哭了，你这还说？行吧，我明天再说吧啊。又回来了，回来摆上酒，跟孙谦这喝酒。孙谦哪喝得下去？怎么样了？是这个明天啊，明天差不多。哦，您见着了没有啊？我也没见着啊，说是情绪不，昨天不就情绪不好吗？今儿应该缓上来，今儿掉眼泪了，看来是比昨儿情绪还不好。那得了，我先敬您一杯，先道个歉啊！明天咱们一定能见着。俩人喝酒，谁也喝不下去，那互相劝着就聊着天下大事，越来越琢磨着这事儿太好了，老天爷给的机会啊！如果袁绍发兵，江山就是他的了。俩人高兴啊，反正是一见面这事就成呗，等着吧。转天又没见，接连又等了2天。孙谦急死了，再等曹操就到了，他再发兵没有意义了。您无论如何，您也给商量，怎么能面见一下？我得说是，行，你甭管了，今天闯宫我也闯进去，我也得见见他。哎，好，有劳先生，您别客气，这是怨我们，对不起。转过天来，田丰来了，到这儿门口还拦着不让进，不行，
我必须得见他，主公啊！我有要事回禀，要事回禀。哎，袁绍真听见了，门口是谁呀？在那儿闹唤的啊！天风求见。哦，进来吧。是。这一说让进来，门口的不能拦着。先生，快快快，好机会，得亏您喊两嗓子。好好好。整官把衣服整一整，撩袍进来啊，参见主公。施完了礼，再一抬头，田丰吓一跳，怎么呢？袁绍很憔悴，这头发呀支棱八叉的也没梳，脸上这个胡子茬啊也挺乱，一瞧这人没整理过，坐在那儿啊，眼神恍惚，感觉得出来这眼圈还红着呢，就说明刚哭完，坐在这儿很难受。主公，哎，田先生你来了啊！我来了好几天了，想见您没见着。哦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见我呀？刘备刘皇叔派孙谦前来下书，说有紧急的公文要跟您聊一聊。啊？谁来了？孙谦。哦，他打哪儿来呀？孙谦打徐州来，刘皇叔让他来的。哦，刘皇叔啊，刘皇叔让谁来了？孙谦。谁让孙谦来的？田丰心说呀，这能说一天。启禀主公，有重要的军情，刘备让孙谦下书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好几天了，军情紧急。哦，那快让人进来呀！哦，是。转身出来，孙先生，快，我家主公请你呢。哦，孙谦打外边进来了，进来施礼啊，站好了，偷眼观瞧。你说袁绍怎么这样了呢？太憔悴了。这个说袁绍形容憔悴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，不是我给他编的。原文说的就是孙谦进来一瞧，这人憔悴了，要死要活的。这是原文上介绍的。孙谦先问好吧，问好之后说我有紧急的事情要跟您商量。哦，什么事情啊？你看了吗？把这信打开了，又把这情况细说一遍。大概意思就是如此。曹操已经发兵，许都那儿已经空了，我们请您支援，您兵发许都，把曹的后路断了，这样的话咱两家联合把曹操就剥了，天下就是您的了。袁绍看看信，点点头，看完了叠上，放在旁边案子上，擦擦眼泪。孙先生，这是个好事情啊。是啊，是好事情，对咱们两家都有好处。是，您说的对，都有好处。就等着他这话了。那我们打算发多少兵，如何，哪天开始啊？就等着这个啊。好。但是啊，我现在不能去，我无心恋战。这是原文的话，我不能发兵，我无心恋战。啊，孙谦这心就凉了。您怎么无心恋战呢？孙先生，你有所非知啊，我袁绍有5个儿子，我最爱的是我的小儿子，但是现在我这小儿子他长疮了，我得看着他，我不能跟你们打仗去。您各位都乐了，
您回去翻翻《三国演义》，袁绍就是这么说的：因为我小儿子长疮，所以我不能跟你们去打仗。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！我最爱这小儿子，他长疮了，不能去呀。田丰差点都哭出来呀，心说你太没溜了。老头一撩衣裳，咕咚归逃了。哎呀，主公啊，这个江山大事非同小可，您再思再想啊。哎，我也别想了，就这样吧。那什么，孙先生，回去替我呀跟刘皇叔道个歉，这个忙帮不上了，因为我家这个事儿太严重了，孩子长疮啊，你想想这还了得吗？跟刘皇叔去说，这回我对不起他了啊。他什么时候要是需要，或者他那儿盯不住了，让他上这儿来，我接着他，我养着他啊。天可不早了，我得给孩子换药去了啊。袁绍转身奔后边走，田丰一跺脚，罢了，大势去矣。什么意思？完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老天爷给了，就这一次最好的机会，他不要。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最后三分天下为什么没有袁绍的，就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做不了天下，只能如此。打这儿出来，孙先生，对不起，耽误您好几天。您要不再住几天？孙谦说：“我别住几天了啊！我再住几天，回去一个熟人都没有了啊！我得赶紧走，回去禀明我家主公。”哎呦，上了马之后，孙谦就跟飞起来似的。回去，刘备还等着呢。这一瞧，孙先生回来了，先生，事情怎么样？主公，他儿子长疮了。刘备派孙谦到袁绍那儿请求救兵。袁绍给了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，说我不能发兵，因为我儿子长疮了。这个不是我编的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。袁绍5个儿子，最爱这小儿子。小儿子长疮了，咱现在说这也不算什么大病啊，但他就宠这儿子，爱的不行了。因为这个，所以我不能出兵。历史是没有假设的，但是我们试着假设一下，如果他把这孩子生疮这事儿往边上放一放，他要是出了兵了，天下就是他的了，没有什么三国，就是他一国。但这叫什么呢？故事就是这么写的，剧本就是这么设计的。虽然说你袁绍4世3公，门生故吏遍地都是，但是由于你性格中的这些个东西，导致你最后没能成大事儿，这个没有办法。只不过他这一发兵呢，曹操害怕；他不发兵呢，刘备害怕。孙谦说：“那我赶紧回去吧，刘皇叔还等着呢。我再不回去，曹操跟皇叔就见面了，就大兵就到了。打这赶紧就回来，赶回来面见刘备，说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怎么不怎么样啊？袁绍他儿子长疮了，这点儿他就不如刘备。你看为何他最后成事了？你这跟性格都有关系的。说这他不来，孩子长疮了，他哭得跟什么似的。刘备一拍桌子，完了，苍天灭我！说现如今咱们怎么办？现如今咱们得想办法，否则的话，曹兵一到，瓦解兵消。就在旁边这儿啊，张飞乐了，哈哈哈哈！大哥，您不用往心里去，我倒有一个主意。你看曹操，眼里边这些个英雄武将，他确实看重的是二爷，他们从来没拿张飞当回事儿，他觉得张飞是个粗鲁人，所有人也是这么想。但是咱们得划分两头。你看现在的咱流传下来的东西，张飞画的美人最好，他不是单纯的密说，就是一个很猛壮、很粗鲁人，不全是，他能出计策。你看今天
他出一主意，说您别担心，我觉着曹操远路而来，一路风尘，他立足未稳，咱们以逸待劳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这个话说完之后，连刘备觉得我兄弟成熟了啊，不是那会儿跟吕布打仗的那会儿，一上来先骂街，骂完之后卷痛快了再打，吵起来300回合，不是那会儿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人在着急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需要有个明白人告诉你，别着急啊，我觉得这事儿怎样，你看好不好？哎，旁边这人要是比你还着急，这事儿成不了了。所以说，张飞这话说完之后，刘皇叔想了想，有道理。这曹军20万人马到这儿，这一趟来可不容易。他不像我们，所以我们心态上不一样。那么按我兄弟说的，以逸待劳，打他个落花流水也不是不行。而且目前来说，我们只能打，没有别的办法啊。那么安排一下吧，孙谦先生守着小沛，让二爷关羽呢守下邳，刘玄德这媳妇儿甘夫人、糜夫人这俩嫂子在下邳，让二爷给看着点。那么刘备跟张飞他们俩人，刘备自己带着兵打左边，张飞打右边。说他们只要一到了，因为马上快到了小沛了，只要是曹军来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就结营，准行。哥俩互相鼓励啊，加油耶啊，希望成功呗。那么说曹操快到了吗？真快到了。曹兵已经来在了小沛，马上就要安营扎寨，突然间刮风，有打东南方向刮风，紧跟着风过来，咔啦一下子，有2面牙旗折了，一面旗是青色的，一面旗是红色的，这俩旗子咔嚓折了。有人说风太大了，折了就折了呗，这是您这么想，在军营中不行，尤其古代行兵打仗特别在乎这个，都认为像这种情况是老天爷给了一个预兆，倒要看看这是为什么。开会吧，曹操带着这些个文臣呐、谋士啊、大将军呐坐在一块儿，说大伙儿说说吧，今天这个刮风折了2面旗子，你们大伙儿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先兆？文臣们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说这就是老天爷告诉我们啊，注意安全。哎呀，高高兴兴上班来，平平安安回家去。尤其在旗子底下的，千万别让旗子砸着。说这也不像话呀，那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吧。说来说去，按原文来说很简单，最后大家认为刘备今天要来结营。你说这哪说理去是吧？三国演义也没说太清楚，到底怎么就算出来的？你说是扔钢镚啊，是拽鞋呀，是石头剪子布啊，是吧？怎么就这风一刮，2面旗折了，今晚就来人劫呢？其实要是从战术上来说，也应该防备了点啊，管他来不来人呢，今晚上咱们得在意点。所以都商量完了，曹营里边就按照有人会来偷营劫寨这么部署，说今天晚上咱们把所有的这个兵卒啊分成9队，一队是幌子，在前边引诱他，把后面8队藏起来。有人说这8队藏哪儿呢？藏在大石栏有一3庆园。这是瞎说啊！这个《三国演义》没有这个啊，人家有前半句说把这8队藏起来，藏了3庆是我给藏的啊，分成9队也是原文上有的。安顿吧，安顿好了一切，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吃饭之后呢，各就各位，准备着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天可就黑下来了。什么时候张飞他们来了呢？定惊天之后。定惊天之后，刘备、张飞啊，哥俩都穿戴整齐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飞身上了马。其实刘皇叔的武艺您各位也知道，就是那么回事。
只不过他亲自带领一支队伍，意义大于内容啊，终归是他自己啊，我亲自来。前文书咱们说过多少次？你说人家丈八蛇矛、方天画戟啊，这抄起来都1两丈长，他这双股剑呢，1尺多，你说这个玩意儿跟那2把大扇子没区别啊？打什么仗？打个6那玩意儿啊？其实就是以张飞为主，张三爷骑着马，带着人啊，就直奔曹营。冲进来之后很开心，怎么呢？没有什么人。张三爷还纳闷呢，都休息了啊？怎么人都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听说我来了，他们害怕了，他们都跑了？就这一错神的功夫，耳边厢杀声四起，呼啦一下子全出来了。三爷一抖了手，完了，好容易出谋划策一回，我以为今天成功，我就是军师了啊，看来还是不行。那打吧，打得赢吗？打不赢。能耐再大，你也架不住人多呀。到最后，张三爷一瞧，这不行，我要死在这儿就更坏了。我呀，跑吧，想个办法杀出了重围。这往外一走，他来的时候带着好几千人，这会儿身边就剩10几个人。张三爷说：“这我往哪儿去呢？再往回杀也都是兵啊，到处是曹营的人。得了，咱们先奔芒砀山。”带着大伙儿就奔芒砀山。他是跑了，后边还有刘皇叔呢。你想他那个武艺，刘皇叔看了看这玩意儿，都乱成这样了，火光冲天，杀声四起，曹营的人全出来了。心说我也别跟人打了啊！我看这边这方向不错，我奔这儿先去吧啊！有机会咱们再说。刘皇叔拨马头就出去了，在这个战场上能逃出来就是胜利。跑出去了。你看别的他不灵，要说皇叔这逃跑那天下第一。你有一电影吗？奔跑吧皇叔啊！顺着方向出去，就剩自己了。你看我挺佩服刘备是在这儿，多少次，最后就剩自己了。别着急，慢慢缓，缓着缓着又趁好几万人啊，然后紧跟着出一什么事儿，又剩自己了。所以说这刘皇叔是一个存钱过日子的好手，再加他的性格又能隐忍又会哭，所以最后3分天下有人一份也是应该的，还是有能耐。这儿出来之后就一个人了，心说这不成啊，我现在又浪迹天涯了，关键是我上哪儿去？这怎么办呢？突然间想起来了，那天呢，孙乾回来跟我说袁绍啊，他儿子长疮，他来不了。但最后临走的时候，说袁绍还跟他有2句客气话，说跟皇叔说一声，如果什么时候需要，让皇叔上这儿投奔来啊，我们弟兄一场，我会管他的。哎呀，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主意了，只能是投奔袁绍。走吧，放开马往下跑，往前面的方向，这个地名是青州。一说到青州了，刘备挺高兴。青州的刺史是袁绍的长子，叫袁谭，他老兄弟就是长疮的那个。这个袁谭呢，跟刘备还有交情。什么交情呢？袁谭当初种茂才的时候，是刘备给他帮的忙。什么叫种茂才？就是种秀才。种秀才为什么非要说茂才呢？为什么不能说秀呢？因为那会儿叫必胜会，您记住了，刘秀他那有一秀字儿，所以天下沾秀字的都不许用了，理解了吧？哎，这秀才那改个名吧，改个茂才吧。从古至今这种事情很正常。他种这茂才的时候是刘备推荐提拔的，也就是说是刘皇叔带他走上的仕途，俩人有这么一交情，说话之间就到了。这一说这个，您谁？我刘备。你找谁？我找袁老大。啊，那回禀一声吧。这儿一回禀，袁老大一听怎么着？皇叔来了，赶紧接。这儿迎出来了。哎呦嚯！
怎么您自己一人来的？兵跟将呢？啊，没有啊，兵没跟着来，将呢都让葱给占走了。就剩我一个人了啊！我这个跟曹操打仗啊，后来我实在是厌倦了，我就跑出来了。来上屋说话吧，上屋说外边风大，别闪着舌头，快进来吧。让进来了，坐在这儿把实话一说，万般无奈，我就走到这儿了。哦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有问题。想问问您之后有什么打算呢？那我之后我是这样，我想投奔你父亲。顺便呢，我还有一个偏方治小孩长疮，我去给你兄弟看病去啊！哎，行了，那您甭管了，我派人给我爸爸写封信，告诉一声，因为这都是过场书，咱也不用细说。这个袁老大给他爸爸写信说明白了，那儿很高兴，来吧来吧，不要紧的，来吧。这儿歇了2天，袁老大亲自把刘皇叔送到那边，袁绍够意思，接出来30里。接出30里，这个刘备是很惭愧啊，表情也看得出来。哎呀，孤穷刘备，特来拜见，自己给自己贺的号。孤穷刘备，很孤单，还很穷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孤穷刘备，你瞧这状态，现在是不是也没人跟着啊？什么都没留下，就留一床被窝啊，上您这儿来了。我叫刘备。袁绍这还客气呗，那能说什么呀？前者小儿病重啊，未能发兵支援啊，这很惭愧。咱们弟兄一场没问题，场面上的话是要有的呗。哎呀，这次蒙您收留我，日后要是有机会，定当答报。哎，这个疆场之上的事情，谁说得准呢？是不是啊？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。刘皇叔，您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住下来吧，有我关照您呢。哎，得了，我谢谢。孩子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哈。走，咱们瞧瞧去吧，瞧瞧。行了，俩人就走了，就留在这儿了，跟袁绍这儿先住着。这个都是过场书，给大伙儿交代清楚，知道人的下落就行了。那么徐州这边，曹操是大获全胜。第一呢，这个小沛拿下来了，拿完小沛，拿徐州，这个对人家来说水到渠成。那么接下来就还剩一个下邳，这个下邳城里边，刘备的俩媳妇在这儿，就是民间老说的2位皇嫂啊，在这儿住着呢。关羽、关云长在这儿把着呢。那么依着众将说，咱派人去到那儿了，给下邳城一突噜就完了，所有人呢全把他杀了，这是大获全胜。唯独曹操没同意。中军保障这些个谋士都做好了，看着曹操，曹操也不说话，就低头跟着琢磨，想了半天。久闻云长，忠义无双，我欲收他为我所用，助公以为然否？大伙儿明白了，二皇嫂不重要，关云长很重要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曹操没有明面表态过，说我很喜欢关羽，没说过。为什么没说呢？因为知道说了没用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桃园结义，他们弟兄3个人在一起，那好的就跟一个人是一样的。通过大事小事的观察，看得出来，关云长忠肝义胆，这个人非常的讲义气。我那会儿无论是什么时候说这些话是没用的，这人真好，得了啊，你别跟他，你跟着我吧，说不出口来。而且曹操这么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不能干这么儿戏的事情，他做不出袁绍那个我儿子长疮了，他不会说这话。但是到今天，曹操觉得机会可能是来了，现在把他困在这儿了，所以今天跟自己的文武群臣就说这些事儿，说我喜欢关羽，很少见到品格这么高尚的人，况且你看他这个能力，他这身武艺太棒了，咱们能不能把他招降？这些个谋士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为什么呀？很难啊，这都是聪明人呐。
就在这儿坐着荀彧。荀先生叹了口气：“丞相，很难啊！云长忠义，天下尽之，恐难招降。”哎，曹操直叹气，谁说不是呢？那么到底还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他归顺我曹呢？整个中军保障鸦雀无声，没人说话。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沉了有这么好几分钟，旁边这儿有人搭茬了：“丞相，我与云长一面之交，我倒愿意去试一试。”所有人的眼睛都往这儿看。谁呀？张辽、张文远，这是跟关老爷唯一有交情的朋友。您听过前文书，您可能记着白门楼的时候，关羽自尊心那么强的人，为了救张辽给曹操跪下了，就这么一次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之前他们没有交往，只不过从心里来说，我是你的朋友，那个也认可，对，咱们是朋友。这朋友要到这个份上，那就是一等一的了。他不是酒肉朋友啊，他不是那个撸串啊、喝啤酒的朋友啊，那都没用啊。所以说，今天这个场合，张辽觉得我应该站出来了。于公、于私，我都要出面。于公大家知道，他是那个移山的那个人。其实我在别处说出我不这样啊，我就一碰见你们啊，你们那个表情老往这沟里边带我。于公来说，曹操很需要他，整个曹营也需要这个人才。于私来说，我们是朋友。白门楼的时候，就我那个倔强的样子，曹操要杀我，人关云长跪在那儿给我求情，要不是他，死也就死了。所以今天到了关二爷最危急的时刻，我得出头，所以站出来说我愿意讨一支令箭，前去劝劝云长降曹。曹操很开心呐，哈哈哈哈，成不成搁一边，他最起码是个办法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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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文远，你辛苦辛苦吧啊，争取把这事儿做得圆全一些。您放心，我这就去。等会儿。曹操这个人想事想得周到，你这就去不行，为什么呢？现如今关羽在下邳城里边，你怎么能见到他？而且这个状态下，他怎么能够同意你？咱们得把这事想周到了，你再走啊！各位先生，即将安出啊？就各位出主意吧，啊，你们说吧。旁边坐着一位叫程昱的先生。程昱说：“这事儿啊，我打刚才也想，张辽将军愿意去是没问题的了，但是不能让他上下邳城里边去说。第一，他能不能进了城是个问题；第二，这个状态下，关羽也未必同意。我们其实是应该把关羽从下邳城里边调出来，把他调到外面去，把后路截好了，让他回不去城。这个事儿可能性还大一些。”这一屋子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呀，都是人中龙凤啊！大伙儿出主意啊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最后商量好了。曹操说这是个好办法，那咱们就这么办。刚才各位谋士呢，我把你们的话总结了一下，咱们这样啊，派一些个降兵再次回到下邳城，以为内应。这些日子不打乱了吗？也有那些个刘备的兵又跑到曹操这儿来了，这些兵呢原来也是曹操人，后来让刘备拐走了，等于这回一打仗又回来了，等于这些兵是两边都能吃。咱们这样啊，咱们这计策是这么行，让这帮人还回去跟关羽说啊，我们跑回来了。跑回来之后他让进呢，让他们混进城里去，然后派人前去骂阵啊，这一骂阵呢，关羽就得出来呀，把他往外引。引出去之后，这帮人不在里边吗？让他开城门，曹兵进城，先把下邳拿下来，让关羽进不去城。这个时候给关羽在外边找一地儿堵住了，
张辽再出现。啊，听三国你就得听这个啊，他得告诉你怎么办。为什么那会儿说这个不让孩子们看三国，怕学坏是吧？其实也学不坏，因为有的孩子看2篇就腻了啊。他尤其这三国多厚啊，有用就得是精装本有用，精装本它硬啊。这个计策定好了之后，照剑而行。先找了一帮兵，你们回去吧。这帮兵都是戏精附体那个啊，往回跑，救命啊！我们跑回来啦！亲人呐，快开门呐！因为什么呢？城里的兵跟跑回来兵呢，其实也都认识，那都自己人嘛。哟，你又回来了啊！进来吧，就把这帮人就放进城去了。这儿进来，里应外合就成了一半了。紧跟着就安排人上城下来骂阵啊！你出来，咱们比划比划，怎么样？头一天关羽没识茬，为什么呀？肩膀上的担子太重，尤其是大哥把2位皇嫂托付给我了，他们现在外头也不知道生死存亡啊。我最要紧的是保住俩嫂子别出事儿，所以说你骂就骂去吧，别识茬。整骂了一天呢，第2天换人了，因为头天曹营也说这今儿去这帮人不行，对吧？嘴里没劲，也不会背罐，也不会这不会那个，找了一帮这帮嘴也碎，跟那骂衔接去呗，站在那儿骂关老爷。关老爷那你想想脾气多大呀？原文上说是百般辱骂，光骂是一回事，这个辱不行。这一传过去，关二爷急了，那不行，来呀，备马，我要出去看看是何方鼠辈。带着人出来，带多少人呢？《三国演义》原文介绍了，说关老爷这次出来带了3000人，由打下邳城里边出来，跟曹军要决一死战。但是决一死战是你想的，人家的目的不是跟你打呀，人家是让你出来。他这一出来，曹营就败，二爷就追了20多里地。突然间琢磨，不对，我追出20多里地来了，万一下邳城有失怎么办呢？啊，拨转马头往回要走，再走不了了，大批的曹兵又上来了。实际上是人家往外圈他，是往外圈，把他逼到一个位置上。二爷一瞧，坏了，这可不行，蛮战不行，我得找一个地儿，我把我自己的实力保存住了。这一回头，就在不远那儿有一个土山。您看三国里边有句话说屯土山，后期好多人都说那山叫屯土山，不是，就是一个土山头，他屯兵在此，叫屯土山，才引出来屯土山关公约30，重头戏到了。到哪儿了呢？到屯土山了。屯土山就是一山头啊，关二爷困在这儿了，带着这点人站在山头上边，往下一看，关公很着急，因为站在山头上能看见下邳城，火光冲天。怎么呢？曹军进去了，曹操也去了，其实是没有毁坏民房，这是曹操的计策，架上火烧啊，该烤火，该烤串，就为让他看，迷惑他。二爷真着急了，坏了，下邳城失了，而且来说嫂子怎么办？好几次带人往山下再冲，快到山底下，人家拿狂弓乱箭一放，把人又给射回来了。坐在山头上面，二爷真着急了，心说最后的结果我就是死在此处，打爆我大兄长啊！着急。哎，正着急呢，来串门的了。张辽、张文远，张辽上山，离老远就喊：“云长兄，二将军，认识吗？认识。”二爷吩咐：“哎，让他过来。”说话之间，张辽到切近了，张辽下了马，二爷也下了马。这会儿就不能愣了啊！
有人往山上来，给他一箭，人啪扑。兄弟呀，误会了。啊，哥哥，我草率了。这不行，知道一个人单人独骑还能怎么着是吧？独骑，记住了各位啊。后文书咱们有千里走单骑，好多人就纠结这是单骑是单骑，按说应该是千里走单骑。单骑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马，千里走单骑，它是个倒装句儿。这千里大概1000里吧，就形容词吧啊，是一人一马在那儿走，单骑走。但是呢，念起来呢，千里走单骑，而且这么多年来从俗，按照老百姓口语都念成单骑。您记住了啊，念你就念单骑。有人问你哪个字对，说单骑，记住就成了啊。哎，就遇见有人跟你抬杠，你好知道怎么对付他。到跟前了，哥俩一见面，抱拳拱手，二将军，文远，来，还挺客气，也没桌子也没凳子。找2块石头，俩人坐下来了。文远，你来了，二将军，我来了啊！你来游说关某吗？再说别的没有意义，家都挺好的，没有意义。你是不是来劝我投降的？来就先问这个是不是？张辽乐了，哎，非也，前者兄长救弟，此番弟焉得不救兄长？白门楼的时候你救我了，对不对？没您我死了，那今儿个我干嘛不救您呢？啊，其实这2句话也都是客气话。这都说完了，二爷看看他，文远呐，你不说我心里也有数，你来也是白来。我此番决意死在此处，报答兄王。就你别说没用的话，我就没打算活着，我就准备死了。你走之后，我们这就穿戴好了下去，一死就完了，这样对得起我哥哥。我就把话搁在这儿，你别说没用的。张辽微微一乐，二将军，你这样做岂不让天下人笑你吗？笑我何来？兄长，第一，桃园弟兄，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异性有情非异性，同胞无义忘同胞，三人三姓，但是你们是一条心，乌牛白马，祭了天地，桃园结义，天下尽知。您在这儿死了，现在刘皇叔下落不明，玄德生死未卜，翼德不知死生，你就死了。你死之后，倘若说刘皇叔又复出了，找弟弟找不着，你是不是对不起哥哥？这是你的第一不应该。倒是有理招啊。第二，刘皇叔让您照看2位皇嫂，你这儿一死，2位皇嫂的下落谁来管？对不对啊？有一天皇叔回来了，找不着俩嫂子，是因为你俩嫂子死了，你对不起哥哥的托付啊，这是你第2个不应该。哦，还有吗？第3，文韬武略，一身的能耐，大丈夫不思报国，匡扶社稷，一味的寻死，你觉得你对得起天下吗？所以您有3不应该。张辽会说话呀，为什么咱们好多古词儿里边，不管是西河大鼓啊什么呢，就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老有这么一句，就是说张辽说来了个能说会道的张文远。京剧唱词儿也有这句，都有这个，来了个能说会道张文远，聪明人。这个说话就是天下的事儿不重要，为什么老说那句话呢？说这个话是拦路的虎，衣服是渗人的毛呢？话是拦路的虎，同样一件事他说就成了，换个人就给你说死了，对不对？给你摆好了这个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引经据典，把话一说。
给关二爷问住了。贤弟，那依着你又当如何呢？张辽都快乐出声来了。怎么呢？有门了啊！您要听我的，不如暂且降曹，把您自己留下来，又保住了二位皇嫂，图谋后事。有一天探听了皇叔的消息，您即便去寻呢，都不耽误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关老爷就把这眉毛那么一皱。关二爷凤目残眉呀，面如重枣啊，脸上有7颗朱砂红痣。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这个脸呢，枣皮那个颜色您见过吧？哎，面如重枣，7个痣呢是您记住了啊，脑门这儿是3颗，这个鼻子两边分别有4颗，7颗朱砂红痣，这7颗痣是血红点儿，配上他这眉，配上他这个眼睛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5柳长髯，2尺多长，在这儿，所以这个状态就是不怒自威。坐在土山上一捋着长髯，先帝，二将军，好，你所说甚是有理。你说我有3不该，那么好，你替我转告曹操，我也有3点，我这3点他若是答应了，我下马归降。这3点他要是不应，我宁愿死在此处。好好好，兄长，您说吧，是哪3点？第一，我弟兄桃园结义，匡扶社稷，今日里万般无奈，你对他讲，我降汉不降曹。我降的是大汉，我不是降你曹操，这一点你问清楚了。好好好。那么第二呢，把皇叔的俸禄拿出来，用这个钱赡养2位皇嫂，而且我们所居住的宅院门前严禁任何人到来，否则话斩者无亏。俩嫂子得活着呀，皇叔终归是左将军，朝里有身份呢，有一份工资待遇啊，那个钱拿来给俩嫂子，他得吃饭。而且我们到了许昌，到哪儿去之后，跟前儿得戒备森严，不让闲人来，这得说清楚。好，那么第三呢？第三呢，不管什么时候听到了皇叔的下落，哪管他千里万里，我即便登城，应了我的3点，我下马归降。若不然，叫曹操派人来，咱们决一死战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张辽骑着马转身就走，曹操这儿等着呢，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去哪里了呢？啊，正说着呢，张辽回来，丞相，丞相，丞相！哦，文远，文远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怎么样？是这样，大概的跟他讲明白了。他提出来有3点，这3点要是同意了，他就降了。哪3点呢？第一，他说他降汉不降曹。曹操乐了，吾为汉相，汉既是吾。什么意思？我是大汉丞相，汉就是我，降汉就是降我。其实这点对曹操来说难不住，怎么呢？玉玺都在他手里边啊，皇上都得听人家的。这个只不过是关羽说出来对外界好说，我降的是汉，我降的不是曹，但这个难不住曹操。哦，好好，没问题。第二呢？第二，将皇叔俸禄转到2位皇嫂的身上，并且门前戒备森严，严禁外人出入。哦，好好好啊，将皇叔的俸禄翻倍给2位皇嫂是理所当然的。至于门前戒备森严，这是人家家的家法呀，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啊？可以答应，可以答应。我问你，这3，丞相，
张辽心说坏事就坏在这儿了啊。这个丞相，他说到日后若闻得皇叔下落，不管千里万里，即便登城，要是不应的话，死不归降。曹操一嘬牙花子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养云长何意呀？前面照那样的再答应300条都没用。我对你这么好那么好，到最后他哥哥一来，他扭头就走了，我的这些个付出就白耽误了啊！这个万万难应，说这我答应不了。这屋里人都不说话了啊，都跟那儿看着，看怎么办。张辽乐了，丞相，可记得豫让之故耳？说了一个典故，豫让。提到豫让呢，可能您各位不知道，还有2句名言流传到今天：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就是豫让说的。春秋战国有这么一个人叫豫让，豫就是河南那个豫，容让的让，豫让。他在好多人家里边给人家当过家臣，给人出主意啊，陪人吃饭呐，就类似这个意思。就早年这个蔺相如，您记得吗？将相和，哎，就是没出道之前的蔺相如，就是那个身份。好多大官家里都养着这些人，就类似门客似的。豫让呢，跟过好多官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，都跟过。然后后来呢，又跟了一个官，跟了智伯，这主对他特别的好。但春秋战国那会儿乱，一次打仗的时候，他这主人让人给杀了，好几个人杀了他。但其中这杀人这里边有一个人，就是历史上称为赵襄子，他的名呢叫赵无血，就是赵无血，把他这主人杀掉之后，那脑袋咔哧咔哧刷着油漆当酒杯用了。豫让就觉得我要为我的主人报仇雪恨，就想方设法的就到这个赵襄子的家里边去潜入进来，以什么身份呢？工匠，我是干活的，他们家正装修。他就以装修工人的身份出现。有这么一天，终于机会来了，他就躲在厕所这儿，因为知道赵襄子要来上厕所了。他那意思，你进来，我拿刀把你一杀，就替我的主人报仇了。这赵襄子走得快到厕所这儿，就觉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可能是第六感吧，啊，有问题，觉得难受，就吩咐人搜，一搜，打厕所里边给这大爷拽出来了，翻翻他身上。一翻出一把刀来，你怎么回事？他倒说实话，替我主人报仇。赵襄子很感动，说你没想到啊，说这个你就这么恨我要报仇吗？是要报仇，但你今天报不了仇，给他赶出去吧，就把他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之后，他不死心呐，自己就说了，我必须要报仇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我怎么报仇呢？他弄点油漆，就这类东西吧。抹的全身都是，时间一长呢，皮肤就腐蚀了，就烂了，连脸上身上都是，又把自己头发都弄掉。那个炭呢，在火上烧的差不多了，他拿起来就往下愣咽，这一咽呢，连嗓子什么就都烫坏了，再说话的声音别人就听不出来了，把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后来又逮着机会了，说赵襄子要骑着马从哪儿过，躲着桥底下等着。你一过来，我就上去，我就杀你。人家骑着马快到这儿，这马不走了。赵襄子说：“这有问题啊，搜吧。”打桥底下给这大爷拽出来了，看不出来是的呀。仔细的看到最后，这不是厕所里等我那个吗？改了装束了，这是微服私访了要啊！再一问他，他说是还是我要弄死你，替我主人报仇。说这就有问题了，你之前跟过这么些个官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，怎么你对他这么好呢？他说了，说之前跟那些官，他们拿我就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我也拿他们当普通老百姓。死的这智伯拿我当国士对待，我对他也以国士对待，所以我必须要给他报仇。可问题是，你说赵襄子说，你看今天这状态，我也不能让你把我杀了呀。他自己也知道，因为人家出来带这么些人呢。最后俩人商量一办法，说你把那衣裳脱下来，我拿刀把衣服剁了，也算我报仇了。
赵襄子也不含糊，把衣服脱下来地上一扔，这主奔过来拿刀嘡嘡嘡剁着衣服，最后自尽死了。这就是豫让这一辈子留下2句话：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那么今天张辽跟曹操说这个，就是他为什么跟刘备好，是因为刘备对他好，您把他收过来，你只要对他好，他以后不就是您的人了吗？曹操想了想，有道理。好，你去对云长说，3件事情我是件件依从。好嘞，张辽转身就来打将军城送信的了。上土山把这事一说妥了，丞相同意了，没问题了。说请您下山跟丞相相见吧。关羽说不行，让曹兵退30里，我先进城看看二嫂。好嘞，张辽又回来了。丞相让咱兵退30里，有那个谋臣就说别介这玩意儿哪有谱兵退30里，他翻脸了怎么办呢？曹操乐了，云长忠义，断不可失信。来兵退30里，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曹操点赞，这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大政治家所为退，兵退30里。关二爷打土山上下来，刚才这个段落在三国里边就叫屯土山，关公约3事。这儿下来之后进城，一进城就吃惊了怎么呢？没有什么着火，想象中民房都塌了，老百姓跟这儿哭，没有。乐了，这是曹操故意纵火，让我心焦。不过这一瞧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心里还挺踏实，挺好。回来看看吧，先拜见二位嫂嫂。二爷往这儿一跪，云长无能，连累二位嫂嫂死罪死罪。俩嫂子得问呢，皇叔下落呢？现在还不知道，得慢慢的查找。有个事儿得跟2个嫂子说一声，就把约3事的事儿全念叨一遍。俩嫂子叹了口气，说昨天我们就以为一定会死掉的，但是没想到曹军进城之后呢，没有人来干扰咱们，毫发无损，而且门口一直有人给咱们站岗，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挺好。另外呢，国家大事您自己做主吧，您也不用我们2个女流之辈了您看着办吧。关二爷行个礼，打这屋出来，这才算正式的同意加入曹营。由打这儿出来到中军保障去见曹操，离着很远，关二爷下了马往前走，曹操迎出来，二爷撩衣裳跪在这儿了。为什么？这是基本的礼仪。败军之将特来参加。没等全跪下，曹操一伸手就拦住了。岂敢岂敢哈哈哈，把人搀起来了。曹操身后这些个文臣武将，他见皇上也没这样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罢了，真是爱才这手拉着云长，这个状态表情就是多少年没见面的好哥们了。快请，这才让进来。来到保障里边，让云长挨着他坐着。太高兴了。接下来要安排一下吧。现在把徐州、小沛下邳的事情料理完了之后，然后拔营起寨，要回许都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曹操还耍了一心眼儿。有一天晚上半道上，说天晚了，咱们得这儿住吧，但是此地馆驿呢，房子少，只有那么一间是让2位皇嫂，并且让关二爷也在这个房子里边休息。曹操心里想的，按《三国演义》说，是希望你们乱了君臣之道，就好说话了。但是万没想到，二爷没进屋，就在这房子门外，屋里边俩嫂子安顿好了，关云长在门外，有一小桌，点一个蜡台，自个儿坐在这儿夜读春秋，秉烛达旦。就这一宿没进屋。有人报给曹操，曹操一挑大拇哥，罢了，真是仁义君子。路上没事就来到了许都，先得上殿见见汉献帝。汉献帝看见关二爷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心说这是我
我叔叔的弟弟啊，之前说的挺好，没想到一代招没成功啊，看见他觉得很亲切，封了一个偏将军，先这么干着吧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。谢恩下殿之后，曹操就开始想了，我要对他好，这就开始民间所说的这些个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3天吃一回饭，5天吃一回饭。这个大宴小宴是什么意思呢？您可能听别人说书也没人解释过，光说喝酒来着。小宴就是曹操跟他摆这么俩案子，你我咱俩这么坐着啊，那些个其他的文臣武将呢，在那儿站着看这俩人吃饭，这叫小宴。大宴呢是文武群臣都在，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，这叫大宴。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。民间还说了，说这个曹操对关云长好，上马提金，下马提银。后来有人说的更细致了，就是关老爷一上马，曹操递回大元宝去，金子嘛，哎，这一下马，大元宝银子就送过去了。这我觉得不挨着，也不像话呀，是不是？拿关二爷当什么了？不像话。那么有解释吗？也有解释。上马提金，下马相迎，他们给说白了，上马提金，古人穿的袍子大呀，对不对呀？关二爷上马，这衣襟在这耷拉着，曹操过去给提一下，啊，来，其实是要买人心，但是换谁不敢动啊？就是上马提金，下马相迎。后来他们把这迎字给念成了银，就改成这个上马提金，下马提银了。但是也确实是对关公很好，拨了一个很大的宅院，说连您带2位皇嫂在这儿住。关二爷找了好多泥瓦匠来，把这宅子当间拿砖砌上，这叫一府分2院，内宅2位皇嫂，外边关二爷住。每天站在内宅这门口这儿给俩嫂子请安，问一问有什么事儿，这里边一步都不去。曹孟德又送来了10名美女，二爷没要，都送到内院侍奉2位嫂嫂。所有这些事儿传出来之后，没有人不挑大拇哥的，就做的这些事情亘古一人，这是忠义的君子啊。曹操就每天有点时间就愿意叫二爷来聊天来。这天聊说闲话，说着说着，哎呀，一瞧啊，这个关二爷这衣裳都破了，外边这褂子穿多少年了，得了，我给你拿一件吧。原文上说用义锦，义变异的义，锦缎的锦，义锦。现在说就是不是普通的材料，上等的丝绸吧，就类似这个，给做了一件送给关二爷。转天关二爷来，曹操说：“我送你那新的，你怎么没穿呢？”说穿了，您看在这儿了，把这个外边罩的这件撩起来，那新的在里头了。曹操说：“您这日子过得太省了。”三国原文说：“怎么这么简朴呢？啊，为何如此的简呢？”人家这意思。二爷说：“我不是舍不得穿，外边这件别看破，是我大哥给我的，我不能因为得了新赐的，就把我哥哥这份忘记了，所以外边要罩上哥哥给的衣服，时刻不忘记我桃园的情谊。”曹操点点头，罢了，哎，这件衣裳白给，这一天啊，又在一块喝酒，说赶紧让他来吧，来喝酒来吧。哎，等了半天，今天迟到了，等老半天，关二爷才来。说这个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丞相您不知道，二爷说我那个马病了，我给我那马呀喂药，喂完药之后又看他差不多了，我才来。我呢这个渐躯颇沉，就是我挺胖的，一般的马还驮不动我，这个马我得对它好。哎呦嚯！哎呀，我没想到啊，你这个这么大的将军对马也这么好，那不要紧的，您那个马不是病了吗？我送你一匹。一回头来呀，把那个管马槽头的那个人叫来。管马槽头来了一个人啊，这个参见丞相，有好马牵来啊，让关将军乘骑。是。
这儿多说几句话。管马的这个负责人今年39岁，管马管得非常好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今年39，他得熬好多年，他才熬出来。他熬到快60的时候，这人就成事了。越往后，他事业越做越大，事业做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魏蜀吴三国是他一个人的。这个人叫司马懿。此时他还在这儿管马。他出去挑马去了，左挑一匹，右挑一匹，全不行。哎呦，你想想，关二爷骑马得多挑啊，是吧？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就猛然间就听在外边血溜溜暴叫一声，关二爷站起来了，好马呀，好马！他说好马不行啊，司马懿不敢带，说那个马您不能骑，那个马有问题。曹操乐了，那怕什么了？走，咱们都出去看看马去呗。一大帮人呼噜呼噜呼噜往外就看马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画面就推到我这儿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很感慨，从现在开始，关二爷在曹营就开始了生活。有人说他在曹营待了12年，我要介绍一下，他没有待12年。虽然说有一出京剧叫《曹营12年》，但是那是民间传说。他到曹营是建安5年春天正月，他离开曹营是当年的7月，是秋天，也就是说在曹营待了半年。曹营半载，挂印封金，到后来千里走单骑，古城会弟兄相逢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前部三国咱们有始有终。